间性断食101简单的入门指南。间歇性断食 （Intermittent Fasting） 是现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保健趋势之一。人们正在使用这种方法来减肥，因为无需准备食材和烹饪，它使健康生活变得更简单。间歇性断食在快节奏生活的人群中非常流行，因为它不仅可以改善健康状况，同时也可以简化生活。许多研究表明，间歇性断食可以对您的身体和大脑产生强大的健康影响，甚至可以帮助你长寿。小溪在这里为您揭晓间歇性断食入门指南的5个方面。如果您要正确的开始断食，记得要看到最后的常见问题 Q&A 哦。小溪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各类健康减肥、排毒美肤和健康生活方面的资讯，让大家健康美丽不费力。订阅小溪爱生活并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准备好了吗？那么我们开始吧。什么是间歇性断食？它是一种在进食和用餐之间循环的进食方式。它没有指定您应该吃哪些食物，而是指定您什么时候应该吃。在这方面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饮食计划，而是更准确地描述为饮食方式。断食一直是人类进化的一种习惯。古代的狩猎采集者全年都没有超市、冰箱或食物，有时甚至他们找不到任何食物。结果，人类进化出能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。实际上，不时断食比每天总是吃3餐至4餐或更多更加的自然。2. 间歇性断食的方法。间歇性断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，以下3种方法是最受欢迎的。A168 方法。方法是跳过早餐，并将您的每日进餐时间限制为8小时，例如下午12点至8点，然后你会在这之间断食16个小时。B. 吃停吃法。每周断食24小时，每周1次或2次，例如从一天的晚餐开始，直到第2天的晚餐都不要进食。C. 5-2饮食法。您在一个礼拜里选择2天的进食量少过500至600卡路里，而在其他5天则正常进餐。通过减少卡路里的摄入，而且在用餐期间不吃过多来补偿自己，这些方法都会导致体重减轻。168方法是最受欢迎的，因为它最简单、容易持续进行，也是最容易坚持的间歇性断食方法。3. 对细胞和激素的变化。断食时，您的身体会发生对健康有益的4种变化。A. 人类生长激素。生长激素的水平会增加5倍，这有益于减少脂肪和增加肌肉。B. 胰岛素。胰岛素灵敏性会提高，胰岛素水平也会急剧下降。较低的胰岛素水平使体内脂肪更容易被燃烧掉。C. 细胞修复。您的细胞会启动细胞修复过程，并去除在细胞内累积的旧蛋白质和功能失调蛋白质。D. 基因变化。与寿命和疾病预防相关的基因功能发生积极的良好变化。4. 健康益处。以下是间歇性断食对健康的7大益处。减肥。断食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您减轻体重和腹部脂肪，而不必计算卡路里摄入量。观众们可以点击小溪的上一集《间歇性断食如何帮助您减肥》的视频，以了解更多哦。胰岛素抵抗。降低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血糖3至6%，空腹时胰岛素水平降低20至31%，这应该可以预防2型糖尿病。炎症。体内炎症减少，炎症是许多慢性疾病的关联驱动因素之一。心脏健康。不良的 LDL 胆固醇、甘油三酸酯、发炎、血糖和胰岛素抵抗会降低，这些都是心脏病的危险因素。癌症。动物研究表明，间歇性断食可以预防癌症。脑部健康。脑激素 BDNF 会增加，并有助于新的脑部神经系统生长，也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。抗衰老。
断食可以延长寿命。研究表明，断食的老鼠寿命增长36%至83%。请记住，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，许多研究是小型的、短期的或在动物中进行的。在高质量的人类研究中，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。5. 安全性和副作用。饥饿感是断食的主要副作用。刚开始断食的时候，您可能还会感到虚弱，大脑还可能不如以前那样敏捷。但是这只是暂时的，因为您的身体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新的进餐时间表。间歇性断食的安全性非常高。如果您身体健康并且营养丰富，那么暂时不吃东西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啦。但是如果您有以下的健康状况，则应该在计划断食之前咨询医生，那就是糖尿病、血糖调节问题、低血压、服药中、体重不足、有饮食失调史、试图受孕、有闭经史的女性，或者正在怀孕或母乳喂养的女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到常见的9个问题 Q&A。问题1：谁应该小心或避免断食？间歇性断食肯定不适合所有人。如果您体重过轻或有饮食失调的历史，则应先咨询健康专业人员，因为在这些情况下，您可能不适合进行断食计划。问题2：女性适合间歇性断食吗？有证据表明，间歇性断食对女性的益处可能不如男性。一项研究表明，它可以改善男性的胰岛素敏感性，但会恶化女性的血糖控制。尽管还没有关于对人类的研究，但在对老鼠的研究发现，间歇性断食可使雌性老鼠变得虚弱、男性化和不育，并使它们错过周期。有女性开始间歇性断食时，月经停止，而恢复以前的饮食方式后就恢复正常。由于这些原因，女性应该更谨慎地选择适合她们的进食方式。如果您对生育有任何疑问，或正在尝试受孕，请考虑暂缓间歇性断食。如果您是孕妇或母乳喂养，也不适合进行哦。问题3：断食期间我可以喝液体吗？可以的，水、咖啡、茶和其他无热量饮料都可以，不要在咖啡中加糖。少量牛奶也可以，而咖啡在断食期间可以减轻饥饿感。问题是，不吃早餐会不健康吗？不是的，问题在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健康。如果您确保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吃健康食品，那么这种做法绝对是健康的。问题5：我可以在空腹时服用补充剂吗？是的，但是某些膳食补充剂，如脂溶性维生素，在用餐时摄入效果可能更好哦。问题6：断食时可以运动锻炼吗？可以的，断食时期运动锻炼很好，建议在断食前服用支联氨基酸 BCAA。问题7：空腹会导致肌肉流失吗？所有的减肥方法都可能导致肌肉流失，这就是为什么锻炼运动和保持高蛋白摄入量很重要的原因。一项研究表明，间歇性断食比常规的卡路里限制计划所导致的肌肉流失更少。问题8：断食会减慢新陈代谢吗？不会。研究表明，短期断食实际上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但是断食3天或更长的时间会抑制新陈代谢。问题9：儿童可以断食吗？儿童身体和脑部发育还没有齐全，不建议断食哦。断食入门方法：您在一生中可能已经进行了许多次间歇性断食。如果您吃过晚饭，然后睡到了第2天才吃午饭，那么您可能已经断食了16个多小时。有些人习惯了这样进餐，因为早上不觉得饿。许多人认为168方法是最简单和最可持续的间歇性断食，如此您可以先试试这种方法。如果您发觉它很容易，并且在断食中感觉很好，那么也许可以尝试更高级的断食计划，例如每周1至2次24小时的断食吃停吃法，或在1个星期里选择2天只吃500至600卡路里的方法，52法。
另一种简单的做法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快速断食。如果您在不饿或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，不时地跳过用餐，这样是无需遵循结构化的间歇性断食计划，即可获得至少一些健康好处。尝试不同的断食方式，并找到可以满足您的日程安排又喜欢的计划。好了，以上的断食计划，你想要开始试试哪一个呢？那就在下面留言给小溪知道，欢迎大家留言哦，也同时把视频也分享给您的 buddy 们吧。你应该尝试断食吗？间歇性断食不是任何人都需要做的，这只是可以改善健康状况的众多生活方式策略之一。是健康的食物、运动和优质睡眠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归根究底，在营养计划方面，还没有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。从长远来看，最适合您的健康饮食计划，就是您可以坚持的饮食方式。间歇性断食对某些人有益，也会对某些人则无效。找出你是属于哪一个组别的唯一方法就是尝试一下吧。如果您在断食期间感觉良好，并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的饮食方式，那么它就可以是你减肥和改善健康的好方法。喜欢小溪就点点赞吧，订阅小溪爱生活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么您就不会错过小溪最新的视频啦。See you。